中国已经有5000个私有工业 5G 网络，预计明年还将有5万个私有的工业网络完工。例如，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上海洋山港是完全自动化运行。中国在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车辆等应用方面也是全球领先。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有智库认为中国可能赢得第4次工业革命。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美国的打压和制裁可以说是如影随形，从未缺席过。自2016年特朗普执政的时候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更加疯狂，但是这些打压政策并没有起到什么很大的作用，美国人的焦虑感仍然在积累。最近，美国智库克莱蒙特研究所的研究员、亚洲时报的副编辑大卫·戈德曼撰写了一篇文章，综述了这个智库在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如何输掉第4次工业革命。从这份报告的名称就能看出来美国的焦虑。报告认为，第4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大数据。如果计算机是发动机，那数据就是燃油。20世纪经济的控制点是石油，21世纪经济的控制点就是数据。今天的这个世界是赢家通吃，美国的财富和金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领导力，而且在过去的20年中创造了美国的大部分的新财富。中国在第4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将加速美国全球金融地位的瓦解，并造成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危机。这个报告认为在实施这场新革命的方面，中国比美国要进步得多，特别是在运输和商业效率方面，中国将获得巨大的优势。移动带宽是工业 4.0 的使能技术，圈而有用。使能技术是能够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种产业上，并且能够协助现有的科技做出重大的进步，从而在政治上、经济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技术。正如铁路是第1次工业革命的使能技术一样，到了2021年2月，中国已经安装了80万个 5G 的基站，约占全球的 70%。 在2022年还将安装60万到80万个。中国已经有5000个私有工业 5G 网络，预计明年还将有5万个私有的工业网络完工。例如，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上海洋山港是完全自动化运行。中国在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车辆等应用方面也是全球领先。我们中国在仓库自动化方面也领先于美国。电子商务占中国零售总额的 50% 以上。相比之下美国2021年第1季度电子商务仅占零售总额的 14%。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技术禁运，包括半导体技术在内的制裁措施，只是略微减缓了中国 5G 的推出。而美国的财政情况就很是不妙美国目前的预算赤字接近 GDP 的 15%， 这在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占世界出口额的 8%， 但是美元占国际储备和离岸存款的 50% 以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12%， 并且在本10年末之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中国的货币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全球地位，美元的储备作用将像之前的英镑一样消失，美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调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报告给出的应对方案首先，军事优先。美国联邦政府要根据军事的需要确定明确的优先事项。优越的武器系统或者是太空优势要求在科学前沿取得真正的突破。第二，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责任之间要划出清晰的界限。联邦政府支付私营公司、实验室的基础研究费用，私营部门承担商业化的风险。所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私营行业，比如说半导体行业，发放补贴和税收激励应该能够恢复军民良好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这篇报告里面提出来的一些措施和办法。我认为指望投资军事技术领域来引领民用技术的发展，只是在撞大运。尤其是在美国贪婪的军工复合体已经完全把控军方采购的情况下，但是美国这套政府投资和企业共赢的做法倒是值得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借鉴的。工业 4.0 是我们必须赢得的竞争，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